大家好，欢迎收看骨松会讯解读第1集的播出。我是成大医院骨科戴大为医师，同时也是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学会副秘书长，负责会讯的编辑。你知道吗？在类固醇造成的骨质疏松症是所有骨质疏松症里面最常见的次发性骨质疏松症。那它占了20%左右，同时也是最严重的一种。因为这一类的病人呢，在他的骨质还没有到很差的时候，在 osteopenia 的时候-1到-2.5之间的时候，常常就已经发生骨折了，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才行。那这一集的会讯就是由高雄长庚的风湿免疫科陈英洲副教授负责来主编，那内容就是围绕在类固醇造成的骨质疏松症这一个主题。那我们这次的会讯有一个创举，就是由平面的刊物 PDF 档把它升级成影音的内容，让各位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 catch 到这一期的会讯的重要的内容。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做法，就是说，如果你听完这次的影片，然后把会讯念完了，我们会有5题的线上测验，你可以上骨质疏松症学会的网站做测验。那如果测验全部答对呢，就可以得到继续教育学分。这是跟你去参加学会是一样的效力的，这是我们新的做法，各位可以参考，也欢迎各位挑战线上考试题目，不会太困难。那这一期的骨质疏松会讯呢，有3个你需要注意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类固醇在台湾的使用情况，第2个就是类固醇对于骨头的负面影响，第3个就是类固醇对于肌肉的负面影响。首先，第一个就是类固醇在台湾的使用状况。那根据骨松健康的筛检车在2008年到2011年这段时间所跑的资料呢，在18岁以上的成人呢，大概有 4.65% 的人有使用类固醇的历史。那在停经后的妇女，大概50岁的停经后妇女，大概就有 9.1% 的人有在使用类固醇，所以这个比例算是蛮高的哦，可能比各位想象还要高。那使用类固醇的疾病有哪些呢？大部分人都是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在使用，这个是占最大宗，占 56%。那其次是气喘，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个在内科是很常见的病人，但是在其他科，各位可能比较不容易联想到使用类固醇，然后造成骨质疏松症这个连结，所以要特别注意。好，那第2个就是类固醇对于骨头的影响。使用类固醇呢，这个病人他的骨质会下降的非常快，很快就会发生，大概在几个月之内、半年之内就会很明显的骨质密度会下降。那它主要影响就是骨小梁、小梁骨 （trabecular bone）。那这个严重程度呢，骨质密度有时候它不太能反映出来，所以可能要做一些 trabecular bone score（TBS） 这一类的检查，我们才能来做判定。那第2个就是要告诉各位，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他又是重度使用者，每天使用超过15 mg，15 mg 就是大概3克的 prednisolone，15 mg 的话呢，它的骨折风险会大大的增加。根据一个研究，这一类的病人的骨折风险每年可以高达 5% 左右，也就是20个就会有1个人发生骨折。这个情况是远高于使用低剂量类固醇的患者。那如果停止使用类固醇的话呢，大概要1年左右，它的骨折风险才会降到跟一般人一样。OK， 那如果使用类固醇，它有合并其他的骨折风险、骨质疏松的风险因子的话，那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严重。有一个报告显示说，如果使用类固醇，那它同时又有 DM 的患者，他的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率大概是 30% 左右，也就是3个就会有1个人会发生骨折，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那至于吸入性的类固醇到底会不会造成骨质疏松症，会不会造成骨折的风险增加，这个目前没有定论。有一些研究它追踪了那些吸入性类固醇的使用者，发现在2年到3年之间呢，它的骨质密度没有明显的下降，那骨折风险也没有明显上升的证据。那不过因为这一类的病人大多有并用口服的类固醇，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风险因子，所以目前这个定论还很难讲。那第3点呢，就是要分享给各位，就是
类固醇对于肌肉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的糖皮质激素就 glucocorticoid， 它在我们很紧张、很紧急的时候，它会分泌，那它会让肌肉的蛋白质合成下降，那让蛋白质的水解增加。那这些水解出来的氨基酸，它会跑到肝脏去，会让这个糖质新生来使用，也就是可以维持我们的血糖稳定性，维持脑中的血糖浓度。这个在紧急的时候、压力上升的时候，是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长期的这种糖皮质素的 level 比较高的话，就会有负面影响，它就会让肌肉的水解增加，所以肌肉会比较没有力，肌肉质量也会比较低一点点。所以有一个研究显示说呢，在 RA 的病人里面，如果有使用类固醇的，它的肌少症的风险是一般人的8倍以上，就风险是8倍，所以不可不慎，一定要好好的筛检这一类的病人。要怎么筛检呢？就是肌力、肌肉质量还有体能的表现。肌力我们一般最常用就是握力计，如果男生用握力计小于28公斤，女生小于18公斤，这就要小心，可能是疑似肌少症。那另外也可以用小腿围来看看，如果男生的小腿围是小于34公分，女生小腿围小于33公分，那这也要怀疑是肌少症。那另外就是体能的表现，一般最常用就是6公尺的行走测试。那在我们的会训里面的内容是说，如果6公尺行走它是每秒钟小于 0.8 公尺的话呢，那这个就有可能是肌少症。那目前最新的2019年在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的 guideline 里面，已经把它改成每秒钟小于1公尺就要怀疑是肌少症。那另外还有一个 test 就是5次的坐下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就是这个如果是小于12秒的话就正常，但是如果大于12秒也要怀疑是肌少症。那另外如果是怀疑肌少症的话，可以考虑让他做 DEXA 或者做电阻式的肌肉质量的检查。OK， 好，以上就是3个这次会训比较精彩的内容。一个就是类固醇在台湾的使用状况，第二个就是类固醇对于骨头的负面影响，第3个就是对于肌肉的负面影响。那最后要提醒各位，就是如果你手上有使用类固醇的患者，他每天使用量平均大于 7.5 mg， 也就是每天大于1颗半的话，长期使用超过6个月的话，一定要请他做骨质密度检查。那如果骨质密度的 T-score 小于-1的话，就应该要积极的介入开始治疗，千万不要等到-2.5才开始治疗，这样通常都已经太慢了。那如果他骨质密度还大于-1的话呢，应该要积极的请他在生活形态上也要改变，例如说补充钙质啊、维他命 D， 而且要每半年到1年就要检查一次骨质疏松症。好，以上就是这次的会训解读，这次的会训精彩内容，希望各位会喜欢，也欢迎各位上网路download会训，把它好好的研读一番，因为这都是大家的心血结晶，那应该会对各位蛮有帮助的。另外，最后可以上网路答那5题选择题，应该不会太困难，你可以得到股松的继续教育学分。我们股松会训解读，下次再见，拜拜。